您就只有一栋吗？还是有好几栋？3栋啊？哦。对于打工人来说，城中村的首要功能并非用来生活，而是要在减少房租支出的前提下，尽量缩短通勤距离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站在通勤的角度看，哪条村才是广州最好的城中村呢？我觉得是车陂村。车陂村的位置太好了，坐用3个地铁站，不超过40分钟就能抵达体育西、黄埔科学城、珠江新城、琶洲、客运路。BRT 站有20多条公交线路，连通了石牌、岗顶、体育西等天河区的商业中心。今天我就花了6个小时深度探索这个村子。这一路我钻进了最黑的巷子，偶遇了黎氏宗族的龙舟仪式，发现了村里面的儿童乐园，还在一家奶茶店连续喝了2杯奶茶。怎么找到开到这里？在这里30年了。让一位房东带我看了2套房，也目睹了打工人下班回家的景象。在这样一个城中村里面生活是什么感觉？看完视频你就会有答案。现在是中午2点，离开地铁车陂站100米，就来到了车陂村的北门大街。门洞下面摆着2排椅子，两边的门神就是车陂村的房东了。你可以抬头望天，左顾右盼，这样他们就会主动询问：靓仔，要不要租房？眼前的巷子是车陂村的主干道，有很多小商店和餐厅。左手边是麦氏宗祠，它很像一座北京的宫殿。里面有祖先神的神龛，以及记录宗族历史的碑记。车陂村和龙舟的渊源很深，每一个宗祠都有专门的神庵来安放龙头、龙尾。在车陂村往届的龙舟竞渡，麦氏宗族曾经拿到过第2名的好成绩。离开宗祠，继续往前，巷子逐渐收窄到1米多的宽度，就连电动车也走得勉强。小巷子并不是设计出来的，而是伴随城中村的成长而内生。谷歌地图甚至不知道有这条路，没有人规划路灯，街边小店为你点亮回家的路。这种巷子很难区分白天和夜晚，是广州独有的赛博朋克景色。车陂村的路网是鱼骨形，主干道就像一条鱼的脊椎，每隔几十米呢，向两边延伸岔路，好比鱼刺。鱼刺小路的尽头，十有八九是死胡同，路两边是一座座公寓，环境暗无天日。不过很多公寓设计得很用心，有些带有小院，有些在1楼有落地窗。这种广式日本公寓多数是由公司运营的，而不是房东本人。这几年有品牌化的趋势。视频里拍到的这几栋距离地铁站100来米，从面积最小的单房到复式公寓，月租金大概是1400到2000多块。或许因为更高收入的人群愿意选择居住在车陂村，这里的广式日本公寓我感觉比其他城中村更密集一些。巷子里面也出现了几年前我从来没见过的业态，比如
卖小猫猫的商店，再比如无人值守的24小时洗衣店。洗衣服大概是10块，烘干再加10块，我觉得不算便宜，不过确实有市场。你看，刚有人洗了一大锅。洗衣店的选址恰好在城中村地铁商圈的边界，继续往深处走，商店和餐厅已经看不见踪影。现在距离地铁站300米左右，咱们进去看看这里面的鱼刺小路。像个四合院儿，依然有好几栋日本公寓。这些公寓都加装了人脸识别系统，还有门禁，外人是不能进入的，非常适合注重私密性的租户。这里的巷子宽度只有1米出头，非常阴暗。这种景象估计是老房子或者旧公寓被拆了，以后这里有可能会盖一栋新的公寓。房东点灯，照亮家门。城中村里面最奢靡的东西是阳光，最好的房子是阳光房，在车背村，阳光房出现在祠堂附近。松涛祠离地铁站400-500米，祠堂前面有一个矩形的池塘，周围一圈全都是阳光房，住在这里就相当于住进了纽约的中央公园。现在是下午2点半，这条巷子到地铁站要走800米，2栋楼基本贴在一起了，1楼完全黑暗。走到阳光能照到的地方，就感觉血量在回升。我现在直观感受就是，巷子里面如果有阳光，那租金贵一点我也接受，否则就是对太阳不尊重。佢租得咁貴，佢肯定要租咁貴係嘛？你淨係要咁。比如这栋自住房，我看就挺好，可以晒太阳。日本公寓重新出现在视野里，
浴室距离村子的中心地带已经不远了，那里有一条河冲，比较热闹。哎，帅哥，这里租房大概多少钱？里面可能800，外面可能20000啊。就是靠近地铁站，外面大路那边会贵一些，是吧？哦，好，谢谢啊。大哥说，在这种暗黑地下城，房租只要700-800块。他认为在大路或者靠近地铁的位置，要花1200才能租到同等水准的房子。估计是小哥赶时间，租户不介意，所以直接把外卖就放在门口地面上了。有幽闭恐惧症的朋友不用担心啊，我很快就能走出去了。车背村出租屋的行业很发达，到处都能见到整栋承包的这种广告，估计有不少二房东。咱们现在到达村子的地理中心了。可以看到很多的快餐厅。我现在右手边是一家湘菜馆，下一家依然是湘菜馆。广州有很多湖南、湖北人，湘菜馆遍地开花。湖北饭馆好像不多，我感觉连热干面都没怎么见过。晴川苏公祠没有开放，祖孙正在筹备活动。对于现在的车背人而言，祠堂仍然有现实意义。这是车背村的地图，咱们在最中间，旁边有全村最大的公园。在遍布握手楼的城中村，这块绿地非常适合放松心情。车背村随处都是龙舟元素，村子正在为端午节做准备，到时候还有一场龙舟竞渡赛，就在旁边的河冲。4天以后，每个宗族的龙舟队都会为荣耀而战。到时候比赛的话是大家在哪里看呢？往前面一些是吧？这里看不到哈。也能看啊，前面更好是吧？好嘞，谢谢啊。来观赛台踩点，恰好遇到一艘龙舟，应该是在做仪式。高级别的龙舟礼节非常复杂，可以从端午节之前一直延续到端午节之后，持续好几周。按古老的礼节，当龙舟穿过桥梁的时候，桥上面不能站人。这个规矩说不定就是从安全因素演变过来的。现在干脆都给贴上广告牌，禁止游客在桥梁观赛。龙舟竞渡赛的地图会在关龙桥、龙溪桥之间折返，比拼速度。我剪视频的时候，竞渡赛已经结束了。这里提前给大家剧透一下，视频里这艘龙舟在比赛开始前做热身训练的时候沉船了。不过比赛过程非常精彩啊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会站在第一排为大家转播这场比赛。或许是龙神显灵，仪式结束后不久就下起了暴雨，
5月份的暴雨叫龙舟雨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雨停以后，我继续探索村子的东岸。与龙溪桥连通的是一条比较热闹的主干道，除了餐饮店，这里还能找到美容店、口腔医院。住在城中村有2大烦恼，一个是雨水内涝，另一个是施工。下雨不可怕，有人打扫，有地方躲，但是施工你躲不掉。城中村的施工点完全随机刷新，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变成工地。上面还有一条用水，没有啊，这是以前的澳管啊，新管还没用水啊，慢慢的数嘛，是不是？越和这件事对抗，心里就越累。我总结下来，只有一个办法能战胜施工的噪音，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事情上，保持专注。这就是我在城中村里面学会的生活态度。我右手边是个汉堡店，很难想象这种店居然出现在最黑暗的巷子里。现在是3点半，下午3点半，拍摄出来很像夜晚，我估计很有节目效果，但是也要澄清一下，视频拍摄是存在色差的，这条巷子实际上比视频里面看到的要稍微明亮一些。嗨，帅哥，这边房租大概多少钱？房租啊，啊，是单间1房1厅，分别大概多少？你租的是什么样的？是的，啊，单间700-800吧，哦，那还是可以哦，也比较便宜的。也不算很贵。是，好，打扰啊，好。拜拜。和其他人讲的差不多，看来车背村最便宜的房子，月租金大概700-800。巷子里的灯光来自日本公寓，这个品牌很眼熟啊，感觉来来回回见到好几家了。装修精良的公寓开在最黑暗的巷子里，充满反差感。不过还有一些公寓反差感更强。这是我目前见过最神奇的公寓。它以前是一个祠堂，透过玻璃可以看到里面装修很精致，而且每一层都和隔壁的楼宇相连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寓。每个城中村都有菜市场，车背村的菜市场名气很大。从明代开始，车背附近就有农贸虚实，这份繁荣得到延续。现在，这里依然是个菜市场。
阿叔，红山怎么卖啊？红烧45，啊45块， ，45。这个呢？小的呢？有的38块。哦，30、40。鱿鱼怎么卖啊？哪一种？38。这个呢？这种25。哎，这个还便宜一些哦。这一条大概多少钱？一条啊20来块吧。 20来块。你几点收档啊？啊7点多。 7点多。我一会儿再过来看吧。刚才那个鱿鱼很想买啊，主要是离家太远，暂时又不回去，买了估计会变质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热闹？广州有很多批发市场，如果你喜欢这种视频，欢迎留言告诉我。所有皮鞋限定日本20元一双，20元一双卖完，门面到期，门面到期。他妈的！我刚刚发现了迄今为止在城中村里面见过的最便宜的蔬菜，萝卜8毛1斤。经过一段很像乡镇的街道，我来到关龙桥。刚才探索了村子东岸，现在我打算沿着河边去车陂村的沙美片区继续探索这个村子。河边这条路是车陂村最美的路段，两岸的房子都有很大的阳台，而且阳台全都冲着河冲。这里是迎龙桥，东浦地铁站距离这里不远。我妈说我是文拍视频的，声音怎么样？可以吧？还可以啊。顺利到达沙美片区。前面通往地铁车陂南。这条小路是村子的主干道。拍点视频。咱们现在去翠台梁公祠附近，我约到了一位房东，咱们去看看村里的房子，也顺便看看这条赛博小巷子。
现在到翠台公祠了，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房子。咱们先去看看旁边的公园。小朋友非常需要活动空间，城中村里的公园就变成了游乐场。哎呀，本靓仔终于见到了房东，非常明显，右边那一位是房东，这种气质完全藏不住。那么早下班了，啊，今天没上班。刚才我跑车陂那边去了。哦，跑到那。另外一个站，对。哎，哦，东西掉了。好，上去。这个是您的房子吗？是我的。哦。就是我的嘛。我以为就是，比如说其他朋友邻居，对对对，您帮着一起介绍那种。哦，不是，我自己的。自己的哦。您就只有一栋吗？还是有好几栋？3栋啊？哦。对，我有3栋。全是您在打理哦？有没有雇别人一起搞一下？没有，现在有暗的。哦，挺干净，挺干净。我都不好意思进来。我以前在。开唱吗？啊？你怎么？哦，这个是拍视频的。拍视频的嘛？对对对。哦，我开灯给你的，等下。这边是个卧室哦。卧室给你。哎，您这个是什么时候装修的？您这个是什么时候装修的？什么时候装修的？对。我盖的房子装修啊。啊？是哪一年装修的？我忘记了。忘记了，有5年吗？不到5年吧。有5年了。6年了。那还有点干净嘛。就是您对外租的话是大概怎么样一个价位？是什么范围一般？哦，我租1100的。1100左右。嗯，对呀。比我想象中便宜一些，我以为要到1500左右。不用，我自己的房不用的，人家包的就要了。拍完了啊？啊，拍完了。好，拍完关灯啊。好啊。可以吗？要这个。比我想象的好。刚刚搬走了。刚刚搬走。对呀。哇，那有点干净，有点干净。刚刚搬走，这人家搬的时候。不是，人家搬的时候肯定脏，要搞卫生。搞卫生啊。搞干净就是这样。是吗？哇，可以。这个大吗？这个大。大。这个大。哇，可以。是。哦，厨房在这边。哎，你这个。没有油烟了，这样的，是吗？你这个好一些哦。我以前租的所有房子都是厨房旁边就是厕所，这边还有一个卧室。两房啊。哎，这个就不进去了。不用，看得到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1800。1800哦。对。也要了。挺大的。也要了。这里晚上吵不吵？不会的。不会吵。不会吵，怎么吵呢？哎，这里天台可以上去吗？可以下去。总结一下，这2套房，一个1房1厅，一个2房1厅，距离地铁进站口300多米，价格比较实惠，比我以前租到的房子更好。还有房东提到了很关键的一点，他这个是1房东的房源，会更实惠。我之前租的都是2房东的。也提示一下，城中村的房子的价格是浮动的，而且每个楼层价格都不一样。视频里提到的价格只能作为参考。下一站，我准备到河边尝一尝车陂村最顶尖的奶茶。嗨。
怎么了？没，我准备点个奶茶。哦，我以为你直播什么东西。没直播，我是拍一点视频，您不介意吧？可以啊。好的。怎么找到开到这里？在这里30年了。生意怎么样？以前我这里是家政来的。哦。然后家政因为碰上疫情，大家经济条件都不太好，所以呢，请人搞卫生的人也随之少了很多。当时我就在门口支了个摊，卖奶茶。然后呢，就发现那时候不是集装箱、车尾箱对。是那一年做的。发现呢，他们都喜欢去珠江边，就是比较多选择。然后我就觉得柠檬茶到处都有，就想做这种泰国奶茶，就是这个赛道没那么多，比较差异化。对，赛道没那么多人，然后就开始利用了前面这里来给客人做。除了有时候那些垃圾车来有点臭以外呢，基本上都挺好做的。有没有外面人过来？我这一家大部分都是外地人多。就是他们是住在村里面吗？对。所以我们这里每一年的流动性是很大的。所以到年底他们可能辞职了，全都回家了。第2年他就不出来了，就是每一年都要积累客户嘛。也不是说10个都搬走，那总有2、3个留在这里的。就这样子慢慢累积。慢慢积累哦。对，慢慢积累。你这里我感觉还有点适合 City Walk。不至于，这附近啥都没有。那有条河啊。现在还好，前5、6年好臭的这里。这样子哦。对，这条河。我还以为一直这么漂亮。这条河冲，因为现在那些龙船车杯，快赛龙舟了嘛。对。他们这个就是搞得非常的。你有做小红书吗？小红书没做，没有空哦。你从摆摊到现在做了多久了？22年开始的。22年，现在25年，3年，也算老字号了。容易复制。都会。然后也是这一年做的。好啊。打死我之前没人教我自己去泰国睡醒，在酒店睡醒，然后吃个早餐，就像你一样。不同的就是我拿的是手机。去泰国的一些居民区村里面，先摆地摊的老奶奶跟老爷爷。虽然我英文很差，但是呢，只需要看就行了。牛逼。因为这些你在网上找那些视频太官方，或许他自己都不知道正宗的该怎么做。有道理，他可能关键的点他意识不到，但对于我们来说，那个才是最关键的。对，所以我就喜欢去那里，去村里面，跟你现在一样去村里面看一下，看那些老奶奶，推车的老奶奶。大暴雨淹水了哈，他们就拿个滑板在那上面滑。这个在短视频看过。对，他很想得开，所以我很喜欢那里的风景。像很多人说，这里为什么不请人？有几单要。那我先走了，老板。好嘞，改天再来。拜拜。我在你门口坐一下啊。外面江边。可以啊。OK， 好，拜拜。晚上7点40，很多打工人正在回家，咱们去看一看傍晚的车杯村。
不是，这个是 GoPro。对对对。好像是9还是几，我自己都忘了，有点年头了。3代码的 GoPro，不是 ，GoPro 是一个比较老一点的，应该不如大疆那些。GoPro感觉到它有点卡顿。对对对对，而且晚上拍不清。对，因为我刚开始用。你也玩过是吧？我玩车的嘛，然后我基础。哦，你玩车。但是也是 GoPro，后面感觉有点卡顿，我就换了。后面换了大。那你是业余做炸串还是业余搞车？啊，啥都搞。好，喜欢玩。改天过来喽。好。慢走。啊，拜拜。您也是老板啊？哎，打工的，打工的。你们师傅稍微晚一点可以吗？我10来分钟、20分钟左右的样子到。现在。不说。很多人说城中村是广州版本的北京折叠，大概意思是阶层光谱的最两头被城中村隔离在不同的空间了。我非常不同意这个说法。你们看视频里这些人，他们跟那些在小区里租房的人有什么区别吗？我没看出来区别，反而觉得他们挺勇敢，愿意忍受噪音和拥挤的公共环境，以更低廉的价格居住在独立的房间，而不是在小区里跟别人合租。有一天不喜欢这儿了，受不了了，人家随时可以主动离开。车围村的交通很棒，住在这儿的年轻人有着很好的开端。他们在广州最核心的区域上班，以后可能留在广州，也有可能回老家。但无论是鄙视这里的，还是留恋这里的，在这里真正生活过的人，他们会给到车围村公允的评价。之前有一个词儿很流行，叫做房格尔系数，就是说
把你每个月租房的钱除以你的月收入，看这个比例是多少。我之前住在城中村的时候，我的房格系数大概是15%，你的房格系数是多少呢？欢迎留言，并且附上你所在的城市。